Right here, welcome back to the latest dev talk. New season, Liminal Space, is about to drop on July 16. As always, before the new season, let's talk about what's in the new season and what we think about the new season. Today, we are very excited to have our producer 117 with us. Hello， 大家好我是策划117，很高兴今天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游戏。好，那117老师，那我们就直入主题，聊一聊我们新赛制相关的一些 Q&A。第一个问题就是新赛制，我们是关于一个山谷迷雾嘛。之前其实我们赛制的更多玩法都注重在天气上，然后新赛制的迷雾玩法加入很多特殊的局内的元素，比如说和后世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开发团队是怎么想要就是做这个方向的一个玩法，希望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玩法体验？就首先暗区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然后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写实的这样一个游戏。那么我们在想说，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融入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因子，能够让暗区的世界稍微的能够更扩展一些，而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单纯的可能完全写实的战场环境呢？对，然后那我们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文艺作品，然后太过于夸张、太过于幻想的，很明显是不适合暗区的。对，那我们当时看到的，我觉得我自己非常认同和比较喜欢的就是一本俄罗斯的小说《路边野餐》对，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蛮著名的作品吧。对，那其中提到的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蛮适合暗区这个氛围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然后去进行了一些延伸和扩展然后增加了一些可能有点类似 SCP 基金会的一些内容和感受，然后慢慢才会延伸到现在可能是后世的一些内容上面。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我自己个人体验完之后，我对新赛制也是期待满满，大家到时候保持期待。继续延续玩法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新赛制我们其实在原有的那些天气的基础上加入了刚刚说的后世相关的一些元素，但里面就是免不了会加一些 PvE 相关的一些玩法。那我们现在对于 PvE 这块内容是怎么考量的？为什么会选择在新赛制加更多 PvE 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想扩展一下暗区的这种文化的因子，拓展一点这种文化因子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会找到了这么一个题材。那么这个题材其实在 PVP 环境中，我觉得可能一下子太过于深入去 PVP 的环境，对于大家现在的游戏体验的影响可能过于大了。那所以我们想先用这样一个 PVE 的环境进行一个尝试然后看看大家对它的接受程度是怎样的，以及看这样的文化因子与暗区是不是有这样的契合度。对，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那至于以后会不会有呢？你猜？二的问题是，其实对于所有的玩家都说也是好事。下个赛季我们将会有全新的双倍爆率。117老师能说一下怎么个双倍爆率法吗？这个我在国内也解释过了，就所有物品的产出量全部都翻倍那如果产出量翻倍的情况下，那你在单位时间里面，然后是能够摸到的这样一个高价值物品，那就翻倍了。对我们也在考虑以后再给所有的这种新地图在上线的一段时间，都会考虑给大家这样一个双倍爆率的这样一个机会吧。对，接下来是关于下个赛季 Liminal Space 将会全新上的一个全新的内容，战术能力。就是战术能力其实我自己玩下来会觉得体验的变化挺特别挺多的。我们是怎么考量这部分内容的？就是一开始会怎么样为什么会想着加入全新的这些战术内容？其实这个事情实际上会回到说暗区过去开发的可能说几年的时间里面，那我们也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上做过很多的平衡，然后调整过很多的这样一些特质。那很多的比如像偏投速度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比如像抬枪的速度，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虽然我们现在因为平衡的原因把它们都进行了一些削弱，然后是进行到一个当前来说我们认为就对整个对局可能说比较平衡，大家都有选择的这样一个环境中，但是可能它会显得有一点 boring，有一点点无聊了。那所以我们在想说，能不能用一种方式，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去延展自己的战术风格。那同时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兼容一些可能刚进入暗区的朋友，他们可能最开始对于像弹匣中还有多少子弹的容量这件事情，那大家都知道在暗区中是需要通过查看弹匣的这种操作才能够看到的。对，但事实上首先一些老手他们像我自己玩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可以知道，我打了一下大概知道我自己弹匣里还有多少子弹了。对，那同时我会觉得说，那其实这个能力反而对于一些新玩家是有用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给到大家这样一种信息上的一种支持？整一个战术能力上是基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想到一种方法，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用更加属于自己的这种战术风格，然后来玩这个游戏。对，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都有一种能够通过一些战术能力的选择，去最大化发挥自己的战术风格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还是回归我们最早姚琦老师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是说暗区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游戏，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玩法。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设计原则上继续去扩大这个内容。然后再接下来是关于新赛季经典军港回归，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老军港返场呢？因为很快就有新军港啦，大家看着国服的应该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可能首先老军港呢，我们当时之前也解释过，就是它的设计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它并不是一个很适合大家进行一个大规模 PVP 的环境，然后它有很多的第一难理解的部分，也有很多的这种来历朝向非常不明确的部分。对，然后再加上它的连通性很差，有时候大家去掌握这张图到底怎么走，实际上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们觉得老军港它可能我们统计数据上玩的人不多但是当然大家可能很喜欢。网上有很多人会一直的呼唤说，能不能把老军港拿回来？对，但实际上我们的受到的数据上来看，就是老军港其实是一个参与率相当糟糕的一张地图。对，可能比现在最糟糕的地图还要再差一些。这是我们当时去说觉得他要把它打回炉重做的原因。军港的情况说完了，那矿区呢？你猜？So that's everything for this time's dev talk. At the end, let's shoot, loot, and break out. We'll see you in the dark zone.